我看，见的不是人，而是你们这些看不起人的心。好，好，说得好，好，你把那两个婆娘给我拿下！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我看谁干什么？前些日子，汴河上闹冒妖，走脱了2个女犯，我现在认出来了，就是你们！血口喷人，他们才不是冒妖呢！上！他们勾结冒妖也是同党，都给我拿下！胡说！来吧！尹章，你又是谁？我姓宋，不知你们认不认识琵琶上的这2个字？不认识。什么字？看不清。哎，这不是半遮面的3位娘子？嘿，什么时候比我眼神好了？瞧瞧，我们姐妹3个一起在马行街开着茶坊，整日里吃在一起，住在一起。如果他们真如提点所言，是那猫妖案的反贼，非但和我脱不了干系，当初给我提着风骨2字的柯震、柯老相公，和萧青岩、萧相公一样也跑不了。提点长着一双明察秋毫的双眼，不如现在就把我们姐妹缉拿归案，我还能顺便给您指指去相府的路。宋娘子休得胡言！冒妖案事关重大，诸位相公都是朝中重臣，岂能任意攀摇？是不是潘耀？你审一审不就知道了吗？那我怎么记得管冒妖案的应该是黄承思啊？什么时候轮到您这位开封府核务提点管这事儿了？岳父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下官奉皇命寻访先师已毕，昨日便已返京，得蒙官家召见，今日进宫，乃是理所应当。久未拜见岳父尊严，岳父大人身体可还康健啊？你少胡说！两家的婚约已经退了，谁是你的岳父大人？岳父大人，在这里争执，莫非是想传到官家那去吗？岳父大人，您先去忙正事儿，反正今后这几十年里，我们都会在一起，不急于这一时，你说是吧？嗯。哎，给您透个信儿啊，他家官人是黄承思的火焰喽。你不信啊？你看哪个女人敢当着这么多人面拿我这男人为主啊？三位娘子，在下多喝了2碗黄汤，犯了眼病，认错了人，还请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在下回头便送上重礼。这求娘子高抬贵手啊！提点，您是觉得我们在故意为难吗？您向我们赔不是，是真的觉得自己有错，还是迫于高官权势不得不为之？
无中生有，因怒报，是仗势欺人；高官题字，亲族裙带，也是仗势欺人。这二者之间没有分别。咱们都是东京人，喝的是汴河水，住的是开封府，遭受了这么一大场天灾，谁的心里都不好受。您心系百姓，挂念着河丁，教训池衙内这个行头2句，也是理所应当的。谁让他平时老是为非作歹，无法无天？既然背了一个横行霸道的螃蟹名，就活该被人骂是乌龟王八。妈，我刚才帮你说话呢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一大早带着大家在这青衣修缮的，不还是他池衙内吗？没错，我们是贩夫走卒，伤负世人，比不得读书人清贵，也比不得官员们勇武。可是如果没有我们提篮过巷、卖酒送茶，东京不会这么繁华，大宋也不会这么国泰民安。正如东京离不开汴河水，大宋同样也离不开我们。说得好，好，说得好，好，说的太好了，把赵娘子的话写下来，记牢了。好，说得好，好。任某有错，还请赵娘子教我。消除误会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化敌为友。提点，您只要与百姓同乐同忧，相信美名定能远扬。各位父老乡亲们，提点愿意带领大家一起修缮河道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好。任某欠赵娘子您一个人情，大家跟我来，干活去。是，跟你走，与我，跟我走。胖儿姐，爹，辉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嗯？欧阳旭，他回来了。这个我知道了。他来过府上了？没有，但是他给我送了封信，还拿了这个。这是何物啊？啊？爹，辉儿，这是你送给他的？我当时就是鬼迷了心窍我。他说他在西京想我，我就府里呼约去拿我们退婚书的时候，我就只让他们拿回了我和欧阳旭往来的书信。我这给忘了。爹，还有一半，上面有我亲手绣的徽字。你别光顾着哭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是不是那个姓沈的欺负你？没有，是我欺负的他。可是他骗我，把我当做物件，献给上司，帮他升官发财。什么？好在我及时逃了出来。盼儿姐，你一定要让顾建帆帮我出这口气。我和顾千帆已经完了。他和那个欧阳旭一模一样，突然就找不着人了。酒楼的买卖
做不成了，茶坊又被风给吹坏了。对不起，潘二姐。不关你的事，只是流年不利你。万幸，你没有被沈荣中祸害。这事也怨我失察，想想真的是后怕。差一点，我就要对不起你姐姐的嘱托了。不，至始至终的根由都在我。要不是我贪慕虚荣，心存嫉妒，也不会接连2次被沈如桌和周婶利用。要不是我闹脾气出走，事情也不会发展成这个样子。你们总劝我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，可我却总自持才艺，总希望绿珠能玉石重，希望被人好好尊重，好好收藏，所以才会一而再的行差踏错。好在昨天，我终于从这场梦里面走了出来，我狠狠地报复了沈如桌，把我当初被周舍的虐打的每一份恨、每一份怨都填了进去，让他自食其果，身败名裂。要让他知道，敢骗女人是要付出血的代价。血的代价？你昨晚到底做了什么？没出人命吧？放心，我有分寸。我就是让他受了点罪，而且我手上有他的把柄，日后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来。我已经醒悟了，其实风骨2字不光是士大夫的追求，也是我们女子立身为人的根本。不管是开茶坊还是酒楼，只要我们凭自己的本事，不偷不抢不媚不淫，挣来的钱根本就没有雅俗贵贱之分。店铺塌了又如何？码头都能重修，我们一样也可以重新来过啊。没有钱的话，我这里还有些首饰，值不少钱，我还可以弹琵琶，以后挣的钱绝不会少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我的心气儿已经散了，做不动生意了。我想回钱塘。盼儿，可当初我们3个决定留在东京，最根本的原因不是顾千帆，而是因为我们不甘心吧？你可以当欧阳旭死了，为什么不能当顾千帆也死了？为什么要因为一个男人一场风雨，就忘了我们的初心？你说的对，我不甘心。那要是重新开店的话，是开茶坊还是脚店？茶坊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要修起来的话，只怕是又费时间又费钱的。没关系，有我呀，我有酒楼又有钱呀。你要干什么啊？不干什么，我就是想跟3位娘子联个手。本衙内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那最看重的就是个脸面。今天看到那个任提点说不出话的样子，我这辈子都没有这么扬眉吐气过。而且今天赵娘子说的话，也说到我心坎里去了。我呢，以前跟你们是有过节，不过以后本衙内不提了。哎，俗话说得好啊，这就叫不打不相识。那从今往后，我们就是好兄弟了。来吧，拥抱一下，来，嘿，滚开！胖儿姐，你可千万别相信他，他明知道沈如桌想要害我，还逼好好姐不让他跟我说。琵琶精，你别胡说啊！哎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我不听淫贼解释。哎呀，事情不是这样的吗？哎，我们的过节都过去了吗？哎呀，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。哎呀，你们别扶着我呀，你去拦他呀！是周娘子刚救了你了，废什么话？你拦不住他，以后你们俩都别跟我混了，快去！哎呀！
你们就怕？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帮帮我！帮帮我！你们俩快追呀！张娘子！哎，张娘子！好！哎，回来！别走！别走！别走！都给我围起来！张娘子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尤其是他，尤其是他，来，给我支住他，支住他，支住他！哎，打了我还想跑，不让老子人多呀！石潘，你疯了吧？没疯，我就想请你们听我把话说完嘛。谁敢伤我三娘？哎！我谁呀？你，杜长风，你来捣什么乱呀？哎呀！知错了，三娘，我来保护你。你怎么来这儿啊？我去你们茶坊，我一看茶坊都塌了，地上还好多血，我以为你们出事了，我差点就以为咱们天人永隔了。你们没受伤？还有我没事儿。你刚才说什么血啊？有一罐红果饮碎了。杜长风，你有病啊！我跟他们仨说话的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看你把我打的！我看你们欺负弱女子，我路见不平。弱女子，她是弱女子，她能把你扔河里，她是弱女子。我被你们仨打成这样，我他娘的才是弱男子。我好疼啊，高四，我现在好想我娘啊！丫娘，哭！你除了叫我丫娘还能干什么呀？你带我去医馆。等，这胖儿，你要是有良心的话。你就别走！哎呀！别！你让一让！来，让！你们俩在没事吧？看他伤得挺重的，我去看看。不行！哎呦，我要死了！亚内，挺住啊！他不会有事儿吧？放心，祸害活1000年，他死不了。你们别担心啊，人是我砸的，他要是真死了，大不了坐牢嘛。谁担心了呀？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要死的人能嚎这么大声啊？谁让你多管闲事的？啊，我还能被他给欺负了？好歹是个进士，做任何事情之前，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呀？万一他真出了什么事儿，你10几年的苦读不就白费了？我错了，知道你担心我。谁担心你了？别往自个儿脸上贴金。舒化好吸收，营养不将就，中国专利 LHT 水解技术，舒化无乳糖牛奶邀请您继续观看《梦华录》。兰蔻持妆粉底液，持妆奏气不假面，邀您观看《梦华录》。呀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我一接到密信就马上赶过来了。头怎么样？醒了吗？金针一直在拔血，但是还没醒。大夫说旧伤叠新伤，情况比预想的还差。会这样啊？好，先出去吧，没事。萧石相今日来过几次，昨儿硬是要把头挪走。我不明白其中的关系，但是我记得头跟萧家结过怨。所以我就借着头之前的吩咐，宁死不从。你跟头最好，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又不是大夫，我知道怎么办。哎，对了，这件事儿你有没有告诉胖儿姐？谁？就是头未过门的娘子赵胖儿。师尊还要娶娘子啊？哎呀，别废话，
赵姑娘前些时日确实来找过师尊，很着急的样子。我已经差人告知了。头回京之后，赵姑娘也来过几次，但是雷都知让我们对师尊受伤的事保密，所以我让守门的给拦了。真是个榆木脑袋。这样啊，你赶紧让之前盯着茶坊的那队人过来见我。另外，再找个人回我家，去问我娘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见过胖儿姐。好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银刀。大夫说金针放血太慢，银刀或许有奇效，但是师尊已经失血颇多，下官不敢担这个干系。再这么昏迷下去，人都没了。出了什么干系，我担着。放。请回避。只有你能救我们家衙内了。石衙内？嗯，他怎么了？我们家衙内从小就害怕针扎，他现在又死活不让大夫扎。他说，除非你进去看他，他就让大夫扎。娘子，你我去。哎，啊，那啊，你娘子，他让你去。好疼啊！哎呀，不行！哎呀，我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哎呀，你只要让大夫施针，就死不了。那临死之前，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呀？说吧。哎呀，怎么是你？哎呀，我不要跟你说，我不要跟你说话。哎呀，我要跟胖儿说话。我知道，曾经呢，有很多的误会。可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？消除误会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化敌为友。哎，做人言行要一致啊，对不对？继续。我刚才说想找你们合作，我不是在开玩笑。你也知道，我是东京12行的总行长啊！可我平生呢，有一大恨。就是在酒楼行会里面，我排不上字号。我手里真的有一间酒楼，叫永安楼。平时除了生意不好，其他的都挺好的。所以不管往行会里面砸多少钱，那些正店的东家掌柜也不待见我。那最可气的，那每年过年祭灶头，他们居然都不让我上桌。每回我一想起这事儿，我就恨得我连输10几把牌。哎呀！原来呢，我没遇见你们之前，我的眼前是一片黑暗。可自从遇见你们，哎，它一下就亮堂了。其实三娘姐的手艺，和尹张妹子的琵琶，我以前早就服了。你的心气儿和能力，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。你说那些话，真的说到我心坎里了。那我们做商人的，凭什么就不能骄傲啊？你先等会儿，你叫谁三娘姐？不许叫我尹张妹子。那以后我还管你叫琵琶精好不好啊？
哎呀，你们有点同情心好不好啊？你们都把我弄成这样了，一句道歉也没有，居然现在还嫌弃我，叫你们姐姐妹子什么的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哎呦，不行不行！说正事儿。说正事儿吧。我觉得呢，开茶坊能开得这么好，那换成酒楼的话，肯定也差不了啊。所以我想正式邀请3位娘子来替我经营永安楼。亏了算我的，赚了我们对半劈。只要能完成我毕生的梦想，让我把外号改成威风凛凛的13太保让我干什么都行。你我之间结怨太深，我永远都忘不了你逼我下跪唱曲这事儿。我不想和你这样的人合作。他还逼你下跪？哎呀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我怕你啊！我曾经说过，若不报此辱，誓不为人。哎呀，之前那都是误会嘛。那你家顾千帆，那之前还把我扔出去了呢，这算什么呀？哎，我没说完呢。哎呀，东子，哎呀，快给我摘了呀！快给我摘了，快盖了！你摘这么多干嘛呀？我要杀了呀！快来了！3位娘子。3位娘子，听我说，3位娘子，等等。那天我逼你磕了3个头，今天我还你4个，这样成了吧？赵娘子，我是真心的，我都当着这么多人面给你道歉了，这样的诚意还不够吗？你相信我好不好？那这样，只要你愿意当永安楼的掌柜，我保证，以后给你请上180个貌赛潘安的小厮，我让他天天跟着你，给你捶背，给你倒茶。保管顾千帆看了以后，就算他气死了，他也能气活过来，好不好啊？3位娘子，就算我求你们了，别回钱塘了，好不好啊？钱塘，这是要回钱塘？他们要回钱塘，我亲耳听见的，真的，他们要回钱塘，真的。不行，绝对不行啊，绝对不行！你凭什么说不行啊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因为，你说呀。因为宋娘子的月吉在教坊，不能随便迁出境外。但他们都要走了，就留宋娘子一个人在东京啊，也不合适啊。说得好，就冲你这几句话，刚才我这一棍子也算是挨直了。3位娘子，就算不看在我重伤未愈的面子上，也看在长风他一片真情的份上，留下来好不好啊？四娘姐，你胡说什么？什么一片真情啊？没，你们还没公布啊？不好意思啊。是这样啊，是我跟长风兄，我们俩一片真情。我们虽然不是亲兄弟，但是我们胜似亲兄弟，是不是啊？我跟盘弟一见如故啊，不打不相识啊，不打不相识。你们都别吵了。三娘，你怎么看？尹章，真的像你说的，亏了算你的，赢了对半劈。对天发誓不管用，我们现在就离契书。那我做掌柜，三娘管大厨，尹章管宴饮取乐，还有一个招娣，让他管钱塘，工钱另算，酒店的经营、人事、账务，你可以监督，但是你和你的人一概不许插手。必须的，你们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契约为期1年，我们如果有任何不满意，我们都可以随意离开，不用赔钱，而且你们也不得加以阻拦。小厮，拿纸来。
快点！来了，爷。走，手艺我按好了，契约书你自己写吧，这样的诚意也足够了吧？石牌，你怎么突然对我们这么信任？那你为什么刚才还替我打抱不平啊？我学衙内，虽然有的时候很混账，有的时候呢也很跋扈，但我是有脑子有眼睛的人。我一直想找一个人，能和我一起把永安楼做到名扬天下，好好气气那些酒楼行会目中无人的老黄瓜们。三位娘子，你们愿意吗？赵娘子请，走。孙娘子请，宋娘子也请。来，我正式宣布一下啊，从今往后，这就是我们的大掌柜、二掌柜和三掌柜，以后都给我敬着点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给我喊：3位掌柜娘子万福！3位掌柜娘子万福！嘿嘿嘿。怎么样，排名够大吧？我就一个问题，你说，这永安楼它在哪儿？就是这儿。哇，这怎么这么冷清啊？因为没客人呀。反正现在也闲着，我就养了一帮闲汉在这儿，没事的时候陪我赌钱玩。看什么看？我在想，豪豪姐当初怎么看上你的？就你这样，也能当上那么多行当的总行头。我有能耐不行吗？我做生意赌钱两不误不行吗？哎，咱们先说好了啊，我跟张好好的事已经翻篇了。你要是再提张好好的话，我就在你面前提沈如。你敢？我不敢了，不敢了。你现在咋呲到我了？谁刚来东京那会儿还哭着喊着啊“衙内饶命，衙内饶命”来着？你别忘了，咱们刚签了契书，我这永安楼的3掌柜随时可以亏我们的钱，是不是啊，12少？别这么叫我啊！哎，你快点到前面带路。哦，这边去。你的前面。衙内，早，都晌午了还早啊？过来！你们几个还睡啊？都几点了？下来，快点！快下来！站好了，下来，快点！快点！见过赵娘子、孙娘子、宋娘子，他们就是大掌柜、二掌柜、三掌柜。今后永安楼就听赵娘子的。听明白了就把钱、钥匙、账本都交出来，去吧。吕武去后厨把那个厨子也叫来。哎，你们要是听不明白，就跪到街口去想明白。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明白了还不动，非叫我踹是吧？快点的！衙内，账本来了。不是说了吗？今后听赵娘子的。哦，账本在这儿，钥匙在这儿，现在库房里头。
没有做4注，记得都是流水账。这儿的客人每天大概有多少？水牌上面的菜有多少道？菜金用了多少？鱼菜有多少？损耗又有多少？后厨来了。你往后厨啊？后面有几个灶眼啊？几个红案，几个白案？这是。想老自己去看吧。这边。乔姐妹，本衙内请的几个掌柜娘子，个个有门路。衙内高明，这么一来，咱们永安楼锁三有戏了。谁能带我去东阁看一眼？东阁，东阁在这边。衙内啊，来了。你这永安楼一直都是这样？那不然呢？那我们这是脚店，又不能卖酒，那除了买菜、卖菜、上菜，那还能干什么呀？怪不得你手下不清楚，你自己就不清楚。我要能想明白了，还花钱请你干什么呀？我不是钱多烧的吗？1年要亏1000贯，可不是钱多烧的吗？那1000贯，早知这样的话，那还不如当初关门把它输在赌场上划算呢。那谁让我有钱呢？1000贯这种小事儿，有时候我也不记得。1000贯对于池衙内来讲，原来是小事儿。看我这破嘴，我当初不借你那300贯，不是有意要恶心你，我当时就想跟你开个玩笑。吕我，过来，快点。去当铺把那个茶坊的地契取出来，还给咱潘二姐。快点的啊！带我去那边看。来这边去。我嫁他，爹，你没说错吧？没说错啊，当初哭着嚷着，非他不嫁的是你，现在作茧之父也是你。如果你当初早日听了父亲的劝，早清醒，早谨慎，今日何至于此啊？现在也不迟，大不了我跟他拼了，一命抵一命。糊涂！慧儿，他以前在西京只不过是一只蚂蚁，捏死了算了。可如今呢，他是翰林了，自然是有所防备呀。稍有风吹草动，他会闹得朝野皆知。难道你还怕他一个芝麻小官不成？我怕他，我是怕他身后的人呐。哎呀，我知道这个事儿你受委屈了，可你想想，自古以来，女子的婚事有几件是如意的？爹会给你多3成的陪嫁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既然欧阳旭现在已经颇有城府，那咱就让他赢了这一局啊！他以后会对你好好的。至于以前，就把他忘了吧。潘二姐请。望月楼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，我帮你出气，揍那混账一个花开百红，行不行？你老就别生气了。你说谁老？哦，我老。潘二姐是尊称，我手下那么多人，但是只要一听我叫你姐，他们肯定都特别尊重你。那顾千帆比我还小1个月呢。别在我面前再提。一定，我绝不提他。我带你去2楼看，嘿嘿，小心台阶啊。这原本是一处小瓦子，老板折了钱卖给我的，我后来才改成了酒楼。可我连酒楼都弄不明白，
要是换成原来的瓦子，你肯定就更没戏了。结果就这么一直抛着，你看看这木头都朽了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爹总带我来这里玩，我呢就跟我爹在这看相扑啊，然后这边还会演傀儡戏呀。那个时候人特别的多，尤其是晚上，这些灯你都亮起来啊，楼上楼下密密麻麻的，哪儿都是人。我呢，我就坐在这儿，吃点瓜子啊，吃点果子呀，跟顾谦。跟邻居家的孩子逗摩呵乐玩，一玩就是一晚上，你别提多高兴。我心里也有这么个地方。可现如今呢，这个地方破败了，可它在我心里边，那永远都跟天宫似的，所以我一直没舍得把它拆了盖别的。那不然这么好的地段要换成珠宝铺子，那肯定赚翻了呀，你说是不是？你知道，我之前做过歌妓，小时候着实吃过不少苦。其实舞跳得好，并非是件好事。对于我们这些县级的人而言，以色示人的才艺越多，才越可悲。你喜欢跳舞，宋姐姐日后就常带你去法子里看就好。那里的人不会看不起咱们。她就是尹章的姐姐，她带我去瓦子的时候，那儿总是笑声不断，有糖吃，有歌听，又暖和，又快活。也只有那儿，我才不会挨月英的管教妈妈打，才会开开心心的看姐姐们在上头唱歌跳舞。虽然当歌妓那10年是我最不堪回首的往事，但是瓦子对我而言仍然是一段美好的回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琵琶精的姐姐怎么了？所以你一直这么照顾尹章妹子呀？不提她了。对了，你既然这么喜欢瓦子，怎么就没有想到再把瓦子开起来呢？啊？咱们说好不是开酒楼吗？怎么现在又改瓦子了？这转的是不是有点太急了？谁说酒楼里不能有瓦子呀？哎，当然不能了，酒楼行会是不会同意的。那瓦子是下等人去的地方，
那开在酒楼里面多跌份子呀！酒楼行会的人是律法吗？你服他们管吗？他们管得着你吗？谁说瓦子是下等人去的地方？是那些觉得商人低贱的人吗？哎，你说的对哎！我是涂鱼行和菜行的行头啊！哎，只有他们求我的份儿，哪有我求他们的份儿啊？我虽然之前只开过茶坊，但是我在钱塘最大的酒楼和云楼待过整整3年，所以我知道，一个酒楼要开好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什么呀？味道好，菜色香。那是最基本的。佛经里面不是说吗？一个人感知世界，靠的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色声香味触法。我不敢讲能把永安楼的菜肴和酒水做到全东京最好，但是我却想在这4感上做到极致。我希望永安楼是一个有美酒有美食，有清歌有雅乐，也有俗乐也有人欲的地方。来这里的歌妓杂耍也绝对不会低人一等，市井平民也可以和达官贵人们一同享乐。这可能是全东京酒楼都前所未有的创举，但是要做很多改变。池原呢，你同意我做这些改变吗？同意。伟安那有的那不就是钱吗？哎呀，完了，你怎么了？酒伤复发了。桃，大夫，这淤血不是已经放出去吗？人怎么还不醒啊？淤血是放出来了，可师尊昏迷太久了，就像一个溺了水的人，就是把水全都控出来，一时半会儿也不会醒来。醒醒了，桃儿！帕尔姐那边出事了，桃儿！帕尔姐出事了，桃儿，你快点醒醒啊！大夫，大夫，你快过来看看，大夫！二姐被骗了，尹长姐那儿也出事了，这。头儿，你可算醒了，头儿。怎么样了？总之，昨晚林府闹得很大。沈文国虽然丢光了脸，但是他却一口咬定是他酒后失德，所以才错认了列三司的侍女。我不想知道别人怎么样，我就想知道盼儿怎么样。他为什么会被池安带走？又为什么会起冲突？为什么会见了血？那你既然这么关心他，干嘛不自己去问他？桃儿，咱们现在就可以去找他。我现在是不敢见他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跟他应该是不会真情。我要不然带3位娘子去尝尝东京城的小吃。
王成思的人。喂，大白天这么快的拿，这名算谁的呀？你没说啊，头，搞什么鬼？头儿，赵娘子他们在前面。快去，问问他为什么会跟池畔在一起，是不是受到什么胁迫了？头，真的不见胖儿姐？快去。是。谁在那儿喧哗呀？好久不见胖儿姐。这不是池衙内吗？胖儿姐，你之前跟他不是有过节吗？怎么现在这会儿跟他走到一块儿了？你根本就不认识池衙内。嗨，这全东京的人谁不认识池衙内啊？胖儿姐，我刚回东京，才知道这个望月楼和茶坊的事儿。你还好吧？招娣呢？怎么没看见她？你是自己想问，还是替别人问的？这我当然替自己问的。你没事就行，胖儿姐。那个还有啊，这个池衙内可不是什么好人，你千万离他远点。要有什么事儿，你赶紧叫人通知我。我呸！你小子算哪路神仙呀？本衙内怎么就不是好人啊？你哪点像好人？我哪不像好人？既然断了前程，我跟谁在一起，都跟别人没有半点关系。没错。昨夜倾盆大雨，今朝艳阳四射，我和盼儿一见如故。刚在永安楼把酒言欢，促膝长谈。尹张三娘他们都是见证。高娘子，是不是累了？旁边这个绸缎铺也是我开的，你进去坐坐。真是个没用的男人。池衙内，一会儿啊，你准备个火盆，让盼儿跨一跨，去去霉气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听见了吗？你别说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今天打烊了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打烊了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你也赶紧走吧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头，现在该怎么办呀？回去吧，可以了。哎，我知道他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快走。走，走。放心，我一定查得明明白白的。你别急，你刚醒，身子还虚着呢，你可千万不能再有什么事儿了。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盼儿姐，你是不是心里很难受？难受你哭出声来。这杀千刀的顾千帆，还真是个火焰落。他这是想要盼儿的命啊！没关系，看我的。盼儿姐，你知道今天我有多高兴吗？我跟顾千帆那小子作对10多年了，那还是头一回赢得这么痛快。他居然躲在车里面，
连个声都不敢出，就跟个鹌鹑一样。哎，我做了一个慎重的决定，为了能让他继续这么糟心，要不然索性你就跟我好了算了。以后每天我们花前月下，恩爱，气死他，好不好？你看他都能打我了，没事了，我还记错了。袁师傅，中间这块以后就叫千山阁，专供散客。左边这块呢，一元阁。慢点啊，全都是雅间。右边的瓦子呢，专供杂耍娱乐，就叫万水阁。好，哎，明白了。慢点。哇，你们眼睛都瞎了！这么大的灰，不让给看见善点啊！哎，刚才我去土地庙求了个签儿。说咱们这儿重新开业之后，肯定客似云来。哎呀，听着我就高兴。嘿嘿嘿，玩意都画好了，你就让他们干呗。这里这么脏，你亲自盯着多累呀！哎，你这个东京营造行头是怎么当的呀？工地上的事儿你不亲自盯着，非得出岔子不可。我既然当了你这个永安楼的掌柜，就要对得起你花出去的钱。袁师傅，那板子再往后撤点。好。是。但是你说的都对，你们都好好干啊！那你估计得还有多少天能上啊？最起码得10天吧。三娘忙着在跟你那帮厨子打擂台，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，估计且得折腾。厨子？行了，你们别跟我说什么女人不能当大厨，咱们手艺上见真章。不服的呢，就跟我比一比；服气的呢，就站到这边来。每个人煎一道鸡子，让我尝尝味道。我满意了呢，才可以留下来；不满意，就请另谋高就。对了，留下来的人工钱可以加2成。赶紧走啊！日后听凭2讲没吩咐。说话好吸收，营养不将就。中国专利 LHT 水解技术，说话无乳糖牛奶邀请您继续观看《梦华录》。兰蔻持妆粉底液，持妆奏气不假面，邀您观看《梦华录》。以后不是你那帮厨子，是咱们的厨子。衙内啊，你这风月场上的做派能不能稍微收一收？你这样还在想着怎么让雅间更雅？你这3、5不时来这么一出，文人墨客可不都避之不及啊！潘二姐说的，我一定改。各位，闭店休整后，重新开业，正所谓
迎门飞九韵，就展会新风。还望列位贤达御旨亲临。论猪鼻子插葱装大象，那全东京城谁比得了本衙内呀？袁师傅，我说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衙内，您说什么便是什么。谢谢啊。嘿嘿。哎，盼儿姐，哎，盼儿姐，你别走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要去后厨找三娘，那可都是油烟。你确定要跟着？我做了一件事儿，包你喜欢。哎，我给你看个东西啊，哎，看。我帮你把王有龙那孙子狠揍了一顿，还把他讹你那300块头金都给你讨回来了，拿着吧。这钱我不要。为什么呀？按契约，我们违约，他们就应该扣这300块，不是我的钱，我1分都不要。你还给他们吧。哦。不过你帮我揍他们一顿，我很是感激。真的啊？哎，那你请我喝酒啊？啊不，我要吃你做的果子。你们茶坊的果子，我到现在还没尝过几个。果子是三娘做的，我不会。那你就给我点个茶，我想看你弄那个茶百戏。衙内啊，你能不能别突然对我这么亲近啊？毕竟3天之前，你还是我全东京最痛恨的人之一。哦。那天我看你那顾千帆伤得那么深，你才变着法的想让你高兴呢。那谁年轻的时候没爱上过1、2个混账啊？哼。你是小娘子嘛，应该多笑才美。谢谢啊，等忙完了给你点茶喝。哎，一言为定啊。一言为定。对了，采买的事儿你还得多盯着点儿，然后酒楼行会那边也得麻烦你多去拜拜码头，毕竟咱们这是脚店，还要去正店买酒。没问题，我一定把最好最贵的酒都给你弄来。不是要最贵的酒，是要最合适永安楼的酒。没问题，永安楼的事儿呢，我全听你的。那天你跟我说的话，让我终身难忘。我们要做一个全东京前所未有的酒楼。为了你这句话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。怎么了？没见你这么正经过啊，有些不习惯。原来他喜欢本衙内很正经的样子啊！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这以后怎么办呀？你还怎么跟他说话呀？哇，这里实在是太漂亮了！宋姐姐，你今日请我们过来，可是以后让我们在这里献艺，我们一定捧场。不止如此，我想和大家签一个契约，以后大家在这里表演，除了有按市价的酬金之外，还可以按卖酒的1成提取花红。还可以提取花红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谢谢宋姐姐，谢谢宋娘子。各位都是这儿的老人，以后永安楼还需多多仰仗各位。有劳了，听4掌柜吩咐。多谢多谢。你要嫁人了，恭喜你。没什么好恭喜的，因为我要嫁的还是欧阳旭。欧阳旭从西京回来了，他讨了齐中城的欢心，升了官，又拿住了我的私隐做把柄，所以我爹就决定让我再嫁的。你爹怎么能这样啊？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啊，怎么能随意被人拿捏？欧阳旭现在就是一条冷静的毒蛇，他既然已经报复了我，也一定会找上你。赵娘子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打扰了，门都关着呢。欧阳关长不在，我就打道回府，我就看看。不用看，我就看看，我真的我就看看。你看，这不在这儿呢吗？骗我！他是说你不在家啊？下去吧。杜兄何必跟个下人一般见识呢？你什么时候回京的？怎么都不告诉我呀？官家召见得急，又刚复新职，还没时间前去拜会。杜兄还请多多包涵。哦，对了，还要多谢杜兄在我离京时对家仆的照顾。我回来一看，
刘叔的腿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我替你照顾房宅老仆，是因为把你当朋友。你呢？啊，你回京不告诉我，升官不告诉我，现在连在不在家都不说实话。杜兄是来兴师问罪的吗？倒也不是兴师问罪，我就是听说你又要跟那高小娘子成亲，你不信你跟我说高小娘子派人到西京对你多加折磨吗？这哪是结亲啊，这是结仇啊！你要三思呀。只怕杜兄担心的不是我，而是孙三娘吧。虽然我刚回东京不久，可这些消息呢，我也都听了不少。咱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也无非是怕我跟高家联姻之后，再会对赵盼儿他们怀恨报复。其实大可不必。这趟西京之行，我已经看淡了很多前世。从今往后，我只想关心功名利禄。至于前尘旧事，就让他们散了吧。此话当真呐？杜兄，请看，这是我在寻访报一仙师时跌下山崖所受的伤。当时是人间五月，可终南山上却是白雪皑。人生的际遇，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。也许等杜兄跟我有了相同的经历之后，便会知我所言是真是假。那就好，保重啊。你真这么说的？真的啊，我亲耳听到的，我觉得还是挺真心的。欧阳旭的真心值100钱吗？他当初不还是信誓旦旦的跟盼儿姐许下30之约？多谢杜夫子替我们打探此事。欧阳旭既然这么说了，管他是真心还是假意，起码他表明了一个态度，就是暂时不想和我们交恶。有道理。欧阳旭刚回京，还要忙着娶高慧，这档口呢，他要是闹出什么事儿，就是给他自己添麻烦。要真是这样，倒也是件好事儿。咱们还得忙酒楼的事儿，谁有空搭理他呀？哦，对了，欧阳旭好像还不知道你跟顾皇城的事儿，我没告诉他，想让他心里多个忌惮。喝茶。喝茶。咱们还有茶铺的事要忙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三娘，走。哎，你们先去，我收完衣服就来。哎，我帮你收衣服。哎呀，别碰女人的衣服。你呀，别以为多吃了几日的猪肝，你的鸡翅眼啊，就什么都能看明白。以后你在盼儿面前少提顾千帆，知道吗？我忘了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我一想到这个就来气。盼儿这么好的一个娘子，姻缘运怎么就这么坎坷？要说那欧阳旭伤她有10分，这顾千帆伤她就得有18分。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我是好东西啊！啊，不是我不是东西。哎，我刚才把你脚踩疼了吗？不疼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看你那个弦儿绒花又掉了，你把这个缝上吧，省得再去做了。你怎么有这个？那回在拌蒸面的时候，不是差点摔倒吗？你扶我来着，我就看你那花掉了，我就又给你做了一个哈，一直在身上搁着呢。你一直放在身上啊？来，坐着。杜长风，我直说了啊，我看上你了。
啊？我这人性子急，说话呢也不喜欢藏着掖着，也不爱害臊。我看你啊，跟在我身边磨了几十日，也不敢直说，我就怕你这脑子不清楚，不明白。我索性啊，就直接问了。现在我看上你，你想不想跟我好？想。你想跟我怎么个好法？就是两个人一块过日子那种好。那你得想清楚了。要是这种好法，你就得明媒正娶。我这个连孩子都10几岁了的杀猪婆，否则我恕不奉陪。你懂不懂？懂。那你认认真真想清楚啊！我30了，被休过，还有个孩子，脾气也不大好。但我可不希望你是因为光棍的时间久了，想随便找个人跟你凑合过日子。还有啊，我是个厨娘，是个商妇。你们读书人不是最在意这个了吗？你要是娶了我，你怕不怕别人说闲话？不怕。你当时给我扔河里，我都没怕。难道我还能怕你在永安楼干活啊？商妇怎么了？那我还是个没有正职的官呢，啊！然后我还胆小怕事，我遇见事我还哆嗦，我还什么？说。可气。我命硬，我不怕。哎呀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吓死我！我就图你人美心善，也知道心疼人。行了行了，你都说了自己那么多不是，那你跟我说说，我为什么要嫁给你啊？我嫁给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不用照顾公婆。为什么？我父母走得早。哦。不打紧的，不打紧的。然后我也不会存私房钱，我这种性格也不会在外边沾花惹草的。哦，最关键的是，你不是成亲的时候想要带凤冠披霞帔吗？你嫁给我就行了。8品以上的官员成亲的时候新娘子是按郡县品级穿戴的。想想，你可真是想得挺明白的。我就是茶壶里边装元宵，肚里都有数，就是说不出来。还是三娘好，你给我一梳理，我就都明白了。然后我本来还琢磨着怎么跟你开口呢，没想到还是你主动，你先说。三娘，真好啊，真好。我什么时候可以让媒人去提亲啊？那你等我先忙完永安楼的事儿吧。到时候东京街市肯定是一片血雨腥风的。反正我把你这块弄明白了，就没有什么杂事分心了。哎呀，你不着急，我着急呀，三娘。哎呀，三娘。哎呦，我手中了，真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，我手太重。哎呦，你往这边来的，你往这边来的。你别踩我裙子！我没踩。哎呦呦！你干什么呢？我爱戴呢，我爱戴呢，我爱戴就。我也是在帮他找爱戴呢，怎么就找不着啊？你先。你不是说还有急事吗？你着急走吗？对，我先去。不是那边，路在这边。招弟，你帮忙送一下杜夫子啊，在巷口给他找个马车。三娘姐，豆沙炊饼，封口费。行，快走。那边，这边。哎呀，就是那边。对了，下边。我。哎呀。
主人，怎么了？我在东乡打坐。您知道我是练过新田功的，结果入境了之后，就听到白头树上有动静，该不会是高家又要对您？不是高家，是皇城司。皇城司。皇城司顾千帆担心我对付他的宝贝赵盼儿，所以派了人来监视我。有什么奇怪的？反正他们只会待在院子的外围，不会闯进屋里来。好在官人不再和赵盼儿打交道，这皇城司，咱们还是离远点好。谁说的？顾千帆和赵盼儿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可是恁今天还对杜官人说，虚虚实实。兵家之道罢了。如今，我连我自己的话都不敢信了。谁要是都信了，那只能是命不好。你怎么来了？是顾千帆让你来的。他没脸见盼儿姐，又担心盼儿姐，所以自己不敢来，就派你来当二包山。我走了这么久，你还好吗？我好不好关你什么事？那天你娘的事儿是我错了，我也出了京之后才想明白，每个人的前尘往事有所不同，我不该拿我的喜好去要求你，对不住。你别，我就是个小丫头片子，我可受不住您陈大都头行此番大礼。招娣，其实我走的这些天，每天都在想你，你就不能好好跟我说话吗？不能，我跟着我们家盼儿姐，你跟着你顾头，咱们俩水火不容。那他俩是他俩，咱俩是咱俩。何况我们顾头也想盼儿姐来着，只不过前段时间因为北地使臣的事儿，他受了重伤，刚醒来没多久，今天还在吐血呢，所以实在没办法过来。反正啊，那个池丫那不是什么好人，你们千万得小心点。再不是好人，也比你们顾头强。我只知道，他是个临阵脱逃，连句话都没有留下的人，害得盼儿姐还得给人家跪下来，求人家借钱，才度过了这个坎儿。跪下，这中间肯定出了什么岔子。前阵子我们头还让我帮他卖了2束庄子去筹钱，怎么会故意不给盼儿姐呢？何况我们头也不是故意不见盼儿姐的，只不过这个事情事关北地使臣的国家大事，这朝廷下了封口令，不允许我们往外说。还有，我们头现在病得厉害，天天都在喝药。喝药很了不起吗？盼儿姐也喝药，她每天都得喝蝉蜕汤才能睡得着觉。什么想来不能来呢？她要是真有心，就托你给盼儿姐带句话，说她很忙，说她不方便，这很难吗？反正说破了天，她顾千帆也是个不敢露脸的孬种。不是，其实昨天晚上我们头偷偷来见盼儿姐了。昨天？是真的。还有啊，欧阳旭的事儿你不用担心。自打欧阳旭进京以来，我们头就已经派人盯着了。他要敢为难你们，不会有他好果子吃的。还有，这个是我自己亲手做的，你拿着吧。叹什么气呀？嫁过去当官人的娘子，不也挺好的吗？是挺好的，可我就怕万一他也跟顾千帆
不用顾忌，以后在我面前，沈无灼的名字你随便提。他在我的眼里，就跟这根树枝一样，没什么区别。哎，那天之后，他没再找过你啊？有窃结书在手里，他敢。那天素娘来找我的时候，也和我说了不少的新闻呢。现在到处都在传他跟林三思的侍女不清不楚，被我给发现了。结果我一气之下就拿琵琶砸断了他的手指。他的手指真的断了？断了。不过，不是我弄断的，而是林三思。码头的事儿，我出了好大的风头，人人都在夸我有风骨。林三思不敢对付我，就只能对付沈如灼了。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男人啊，不过就是个乐子，没事的时候解解闷，逗逗乐，可别想着什么天长地久。所以三娘姐啊，你要是喜欢杜夫子的话，你想嫁就嫁呗，大不了以后烦了再跟他和离也行啊。反正他长得也不赖，也不吃亏啊。长得不赖吗？哎呀，谁说我喜欢他了？难不成是我喜欢他呀？哎，尹丈，怎么你这次出去了那么一回，我就觉得你变得看破红尘，愤世嫉俗了。如今我也是个有风骨的女子，要是没点魏晋风范的话，还怎么叫人幸福啊？行了，我也得去琢磨几道新的菜式了。哎，那几道菜的名字，你帮我起啊。放心吧，晚金西域、悲风气月，这些名字你现在要多少有多少。陈莲真这么说，我一个字儿都没有改。我之前就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古怪，而且陈莲绝对不会在这种事情上骗我。可能真的是因为北地之城的事儿，所以黄承思才对你守口如瓶，不告诉你任何他的消息。可那天他就在车里，他为什么不肯下车见我？